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南跨海峡收台湾，太平待绕，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台海的局势拖到今日世人总是归因于外部干预太多，强敌施压，实则最大的原因从来都不是外力太硬，而是中国自我设限太深。不是对手步步凶狠，是中国次次选择忍让；不是局势无可破局，是中国屡屡贻误了窗口。多年来空谈取得了决断，怀柔沦为了纵柔一句再等等，耗光了一次又一次的良机。台海的变局从来都不靠你口头表态，真正改变走向的从来都是一点点不起眼的小动作的积累。美国早已完成常态化的渗透，对台的往来从特例变成了常规，对台的军售从单次变成了流水线，涉台的文件从谨慎模糊变成随意篡改。岛内早已完成了潜移默化的异化工作，去中国化不再是政客口号，是日常作业。课本篡改历史，舆论扭曲认知，社团带偏认知，选举撕裂族群，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从小接受单一的偏颇叙事，家国认同持续的断层，海空对峙越发频繁，外部介入越发的明目张胆，岛内的挑衅越发的肆无忌惮。大众只看见表面的热闹与紧张，真正致命的是滴水穿石的侵蚀。一条航线，一寸蚕食，一笔军售，一次加码，一场窜访，一步突破，一套教材，一代割裂，如同细沙入齿轮，日日累积，步步卡死。局势的紧绷从来不是突发意外，是长期拖延结出的苦果呀。回望历史，不只留给了中国一次破局的好时机，最可惜的是50年代的绝佳契机那个时候呢，中国是诚意十足，底线极度宽容，允许台岛军政体系完整保留，地方治权悉数交付，唯一的硬底线仅驱逐美军，收回主权。那个时候谈判空间巨大，最易落地的统一窗口期，可节奏没有咬紧，压力没有跟上，决心没有落地，短暂的良机稍瞬即逝。蒋介石迫于美方的压力退缩，千载机遇彻底错失。这段往事绝非陈旧的故事，它藏着台海博弈最残酷的真相。对手从不等你准备万全，局势从不为你原地停留。窗口期稍纵即逝，错过不再重来。拖延看似稳妥避险，实则代价最重，后患最深。今日的台海困局从来不是一次挑衅酿成的，是数十年自我捆绑、自我束缚、自我退让的累积的结果。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陷入了单一的思维误区，把绝对稳定当作最高目标，把正面冲突当作绝对的禁忌，把无底线的善意当作万能的解法。经贸持续让利，往来持续开放，红利持续输送，换来的不是感恩归心，是对方的得寸进尺。岛内的政治议程长期的空转，统一的对话长期的停滞，最核心的认同重塑，教育丢偏，舆论阵地长期缺位，长期放任，红利给的越多，底线越讲越弱。久而久之，善意被当成软弱，克制被当成默认，退让被当成理所当然。中国的反制常年流于形式，发声明提抗议，招会见，流程完整，姿态标准，效果空洞。口头回合次次拉满，实际上寸土未守。对手精准地摸准了中国的规律，表态强硬，手段柔软，追求稳定，畏惧破局。于是切香肠式的蚕食成为对手的固定套路。与台湾的关系法固化干涉的法理，与台军售层级不断的升级，政客窜访的频次持续的暴涨，文字措辞中步步掏空了一中的原则，每一步都不触发全面的冲突，每一次都精准的撕裂了现状，日积月累，法理、舆论、民心、军事四大阵地全面被动。很多人习惯甩锅外部势力强大，这是最省力、最
麻痹的自我借口。真正的根源是中国亲手关掉了自己的博弈选项，非和平的威慑被单向的和平叙事捆住了手脚。政治博弈的战场长期空白缺位，军事的硬实力没有转化为对等的谈判筹码，克制退让没有配套明确的时间底线、惩罚代价。博弈场上最残酷的逻辑，当对手笃定你不会亮剑，就越敢无底线的挑衅。香港往事是最好的借鉴，曾经长期包容、长期输血、长期回避制度约束，最终养出了泛滥的分离思潮、失控的社会乱象。唯有收紧底线、明确规则、刚性管制，秩序才回归正轨，大局才重归安稳。台湾问题拖延更久，渗透更深，代际割裂更重。若继续寄希望于让利换归心，退让换和平，只会越走越窄，越拖越难。时至今日，中国必须清醒3个残酷的真相。第一，发展优先的惯性早已经开始反噬统一的大局。过去以时间换空间可行，现在时间不再是红利，是高昂的成本。拖延1年，岛内多一代异化轻言；拖延1年，外部的军事锁链更紧1分；拖延1年，敌对的法理固化更深1层。时间不站在拖延者这边，等待从不免费。经贸融合自动统一的逻辑早已经彻底的失效。经济可以绑定产业链，绑定不了人心的认同；贸易可以维系生意的往来，挽回不了被篡改的史观。只压住市场融合，放弃政治博弈、舆论斗争、认知重塑，本质就是主动让出最关键的主战场。克制需要牙齿，包容需要底线。克制不是软弱，退让不是无能，无底线的、无红线的克制是纵容，无实现的等待是被动，无代价的包容是自负。真正的理性是软硬兼备，恩威并施。谈判要有期限，挑衅必有惩戒，干涉必遭反制。海空常态存在，规则清晰落地，底线公开透明，让对手看得懂算得清，扛不住。台海博弈走到最后，最怕的不是强敌压境，是把主动权当成负担，把主动破局当成禁忌。历史从来不眷顾犹豫者，局势从来不成全拖延者。所有错过的窗口最终都会变成更严苛的困境，所有忍让的退让最终都会变成最昂贵的代价。台海数十年的沉浮，你只悟懂一句真理：善意必须长出牙齿，筹码必须握在手中，底线必须亮在明处。台海破局短板不在于军力，不在于舆论，而是决心与节奏。那么美国人都认为中国已经到了统一台湾的一个时间点了，一个转折点了。央视也做了认证。近日，美军的高官声称，将今年的美军联合军演战斗行动目标瞄准所谓的解放军攻台，并称驻韩美军可能投入作战，还预测了一个时间周期，说5到6月份或9到10月份。战斗行动决定在韩国、日本、菲律宾与澳大利亚预先部署弹药、战车等作战物资，以便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美军只需迅速将兵力自美国本土调往当地，即可立即投入作战。我一直认为这个2026就会武统。当然，很多人说怎么可能啊？我先定义一下什么叫做武统哦。武统就是说用军事力量逼迫台北坐上谈判桌，是和统就是说双方自己主动的，我们来这样子去谈一个双方怎么样去走。好，我举下面3个例子哦，就是你去想想看，如果你是台北的角色，我是不是应该跟对岸坐上谈判桌？那我以现在来讲，会不会第一个我们说，就像刚刚帅将军说的，封锁。我们把你全部封锁，你的经济进不去，进不来，你会不会坐上谈判桌？第二个，我用远程的远火打击，我不打你人，他也没有人来，因为就是飞弹啊、无人机啊、导弹啊，我只打你这个好比说军事的装备，我不打人。
这样子打你一波，你是要会继续拼下去，还是说算了，我们谈一下好了？还有第三个就是最近美国显示的斩首。我这个斩首不见得说人家说把他抓回北京哦，我刚刚说的这些东西哦，其实只是我说的3种，细细推哦，你可以推出20种、30种，那都是一个叫做用军事手段逼你坐上谈判桌，能不能够把和中变成你的一个弹性的选项？我觉得台湾最好的出路应该就是和中。我们先来看到王毅通话卢比欧，而且呢，在电话里头直接再画下红线了。其实昨天呢，我看到这个讯息跳出来的时候，我想，通话了。不过上头写着2个人通话时间是6月30号，但讯息什么时候公布的？昨天7月1号晚间公布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有一点点落差感觉呢？等一会儿我们来请教县长哦。那当然呢，这个双方谈话当中，由中方大陆外交部对外公布的讯息时间点6月30号，大陆的外长王毅跟美国国务卿卢比欧通电话。王毅表示了，中美应该要推动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点来了，不能只是一句口号。好，话说得很明白了吧？直接敲打卢比欧，中美之间不能只喊口号。另外，他说，而是需要具体行动，相向而行，跟持续努力。同时呢，中方强调，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呢这一回通话是积极建设性的，同意要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了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的方式来保持沟通。同时这个王毅还对卢比欧表示，双方应该要减少问题清单，管控风险隐忧。好，另外直接再画红线了，同时点名了就是台湾。王毅特别提到了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其实我看到这个大陆官方对外公布的这逐字的这个声明新闻稿的时候我觉得王毅方面话说的蛮直接的，他是怕美国卢比欧听不懂吗？告诉你不能只喊口号。另外，台湾问题就是会牵一发动全身，你美国到底听懂了吗？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这个县长，县长怎么解读这一回2个人的通话？美国人到今天终于体悟到一个事实，跟中国人不可以言而无信，是不可以讲话不算话，不能只喊口号。对，就只喊口号，其实是直接告诉你讲说，你怎么讲的都不算我跟你讲完的，我们大家都讲完的，我就做了，有这个意涵在。对，那你呢？你怎么？这里面其实很简单，它里面用的好几个字很有意思是。我第一个看到那个建设性，字面上叫 constructive， 其实它含义叫做 positive， 是正面的意思。我们必须要做正面的事情。第二个部分叫什么？叫做战略 strategy。strategy 跟你许多的方法 tactics 是不一样的。strategy 什么意思？我们中国大陆跟你美国在谈的时候，我们谈的是策略，是我们谈的是大的方向，大家要一致。我们如果有共识的时候，策略下来才能变成我们具体的行动所以策略的确定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是什么 ？stability， 稳定性你看稳定性是什么意思一以贯之嘛，我都是不会变的，叫做稳定的。美国都经常变来变去，你不要讲别人，就光讲一个伊朗战争好了。是这个美国对台湾的军售的问题就好了，变来变去嘛。你老是拿这些事情出来做什么？做未来谈判交易的筹码，但是我已经跟你谈好了交易是怎么做了，对不对？好，再接下来我再跟你讲，是很有意思，减少问题清单。对，问题是你美国造成的这么多的问题都是你美国造成的中国大陆有给美国任何问题吗？没有没有都是你美国造成的。那你美国这个问题清单，你什么时候可以少一点呢？你不能一直增加问题的清单比方讲，美国最近又开始对大陆有一些制裁的清单，有没有？是。你这个制裁从哪里来的？你问题从哪里来的？对不对？那对台湾的，你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你说你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你对民进党，你说我不支持台独，我反对台独，民进党你也不要拿台独来跟我利用。但是你美国为什么最近要开始利用台湾的民进党做一些事情？对不对？你有美国的国会里面有一套言论，你下面的部长跟总统讲话怎么可以不一样呢？对不对？所以我常常在讲嘛，你下面讲的这些话是川普总统同意的吗？
如果没有，那你怎么可以讲这些话呢？啊，王毅讲的所有的问题都是我有事实，你一直在增加问题的清单，这 a list of problems， 哦，你制造嘛。另外一个讲到积极跟建设性，这是中国人最喜欢讲的。我不要停在那里啊，我要往前走啊 ，move forward please， 对不对？我必须要这样，他必须要这样讲。是建设性连续讲了2次，我要跟各位讲，建设性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你正向而行。正向而行什么意思？我们必须要 cooperate， 我们要合作，叫正向。我们不是 fighting against each other， 这个叫做逆向，不同向而行啊。你听起来好像是中文的解释，好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道理，中国的文字。但是我告诉各位，在外交上面，这些字眼全部是最正确、最清楚的表达。那王毅部长为什么要再提到台湾的问题？就是你美国又在搞台湾问题嘛。你一直搞台湾问题，那台湾问题就是底线了。叫你胜之又胜的意思什么意思？对美国人听起来讲说，哦，你必须非常重视。必须非常重视啊！你必须要去做。另外还有一个字，你知道什么意思？你知道，在这里面所有的意思就是什么？对，不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的吗？对，他希望你去 implement， 你去执行啊，你去落实啊。因为我跟你讲，中国大陆做事情不跟你谈虚的，我们谈好的我们就会做。所以最近大家也讲说啊，中国大陆到底要不要买美国的大豆啊？要不要买美国的农产品啊？或者怎么样的问题啊？稀土到底要不要解禁啊？我告诉各位。中国大陆跟你谈完以后，我就摆在这里。你如果改变了，你摇来摆去，不稳定，变来变去，中国大陆就看着来出筹码嘛。你不能一直要求中国大陆说，哎，你讲的话要言而有信，但是我美国人讲的话可以言而无信啊，对不对？所以我在这里，我觉得王毅部长其实是再提醒美国一次。但是我也告诉各位，这个再提醒里面是有代价的。我这条线已经给你画得很清楚了。我再提醒一遍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照这个方向去做，你硬是去踩了红线，甚至你不具体的去做，中国大陆会有它的反制措施的。就是我有权利，因为我也告诉你了，你做错了，你没做到，所以我先提醒你在先。但是后面我就会采取具体的动作。如果你不做的话，或者你违反我们当初双方的协议，我就会采取我的动作。美国人过去经常是讲一套做一套嘛，然后我反正大嘛，到了最后我可以骗你，拖时间，你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对不对？但是碰到中国大陆行不通。是好，此刻筹码真的在中方的手里。台湾的名嘴黄镇辉先生，还有周锡伟先生啊，都认为中国呢已经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了，该动手了。那么今年啊，无论是习近平和川普能不能见面，这个问题10月份解决有可能吗？各位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